In this era of 大乳共, many people are very unhappy with Little Pink's disturbance. The false information spent by CCP also lingers in our lives. But there is one person who shows up every week, bring words and care to all of you. Tell everyone how to enjoy it. Maybe you will ask who he is. He's a 陆共 investment advisor. 他是谁？是带领你迈向陆共自由的好伙伴。他是谁？是你最好的朋友。どちら様ですか？ポタキングハンサムです。一起想，一就是。最近网络上不是一直谣传说7月5号世界末日吗？我就看了一下时间，想说那我这周还要上片吗？不然多等一天好了。如果发生什么事，马上改影片主题。结果世界末日没有来，但我这天吃了生鱼片，沾了芥末，这样算不算是一种世界末日呢？总之恭喜各位啊，我们又平安度过了一天，那还活着就继续更新。欢迎回到本周访的话，我是各位最好的鲁共投资顾问 Porter 老师。今天影片一开始，先跟各位分享一则暖心的国际赛事消息。近日在美国阿拉巴马州举办的第21届世界警察消防运动会，于当地时间6月27号隆重揭幕。全球有70多个国家，近1万名警察与消防员齐聚一堂来比赛切磋技艺。而我们台湾也有派代表选手组团前往，由警政署及消防署共同组成 Team Taiwan 参加初赛。在开幕典礼中，我们的代表团人员也高举国旗，跟拿着写有台湾的手举牌入场。这阵子每天都在进行不同赛事，而台湾的警消人员表现也相当优异，不少选手夺下了许多奖项。而其中一场拳击冠军赛，刚好场上的选手分别为中国队与台湾队。这场看完之后觉得很暖心，也带各位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片段。中国选手自己要检讨啦，本来切磋交流而已，你那5星血旗一拿出来，不往死里打也不行了。但多亏中国选手赛前的嚣张，这个结果非常令人暖心。留言刷起来，恭喜我们台湾选手陈鹏俊夺下了该场拳击冠军。借由这场赛事，主要也让翻墙来看的粉红们反思一下，如果台湾真的如中共口中说的是同一个国家，那怎么双方选手的国旗不一样？注意看中国选手开场举的，以及他衣服胸口上都有中共国旗，而台湾选手比赛获胜时，则不是举5星旗，是拿中华民国国旗。裁判宣判赢家时，也是喊台湾。我去活动官网查看赛程资讯，官网上也是写台湾 vs China。如果台湾真的像中共宣称的一直是同一个国家，那么怎么会出现台湾选手对中国选手的比赛呢？从国旗、民生、官方赛程都在提醒大家，台湾就是台湾，中国就是中国。不管中共洗脑宣传多少遍，在真实世界里，在墙外世界众人眼中，双方就是不同国家。小粉们 ，Porter 老师也不是呛你，是帮助你认清现实，才不至于丢人现眼。不然有些搞不清楚状况的粉红，离开强国之后，就很容易闹出笑话。像是本周越南的企业龙头珍珠集团，在富国岛举办了一场国际招商大会，集团发言人在台上解说投资项目，提到未来布局和主要客群，而这之中出现了台湾，并加上中华民国国旗，结果就因为这2个字加上一面旗帜，瞬间击碎了台下一位中国小粉的玻璃心，让他当场原地发病。战狼是质问越南主办懂不懂台湾是中国的。来，各位来看一下当时的现场画面。天在越南富国岛参加当地政府的拜旗引进大会，没想到这个越南小老弟竟敢口出狂言。就是你知不知道台湾是中国的？Về vấn đề quốc gia này thì rất là nhạy cảm nên chúng tôi sẽ không tiện nói ở trong buổi họp ngày hôm nay. 关于这方面的这个是属于国家政治，所以呢，我们不方便在这里。那不可以的，就是台湾是中国的是基础条件，没有这个基础条件，我们肯定没办法来发展的。Đối với vấn đề này thì nếu mà cần xác nhận thì chúng tôi sẽ về hỏi ý kiến về các lãnh đạo và nếu mà cần thì chúng tôi sẽ xác nhận qua anh David. 好，那关于这方面呢，想解答你的问题。
去跟他可以请教，然后后面呢，那个领导有什么指导，他就给指导。不是，你的 PPT 上写的是台湾，你怎么能就领導指教一下呢？這個國家領導解決不了這個台灣是中國的問題啊。Tôi sẽ ghi nhận ý kiến của các bạn và chúng tôi sẽ về sẽ nghiên cứu sâu và cũng sẽ có những cái trả lời cho các bạn. 好，那首先呢就这个机制名的问题，回去我们就深度的去探讨，深度的去了解。建议小粉真的别出国，好好待在墙内的粉红同温层就好，不然你这种破粉红思维出了墙，发现世界不一样，你自己难受之外，墙外世界人也被你恶心到。没看现场的人都一阵尴尬，想说这种招商会怎么会有粉红混进来了？那刚刚各位看到的小粉红，是一位在抖音上拥有500万粉丝的中国网红大雄。我们从那一段他在抖音上后制过的影片来看，可以留意到这位粉红自己加了许多幻想的词句，主持人都没讲，他就上字脑补一堆，想带风向营造说是越南主持人怕了。论意赢，谁能赢过这种小粉红啊？人家越南公司的发言人只是在工作，不想跟你吵而已。主办很明显就是想赶紧打发这位小粉红，好让活动继续下去。人家是招商会，不是你的政见发表会啊。后面也说你的意见有听到了，会回去表达，给你台阶下了还不下，不作死不罢休，甚至威胁越南人如果不承认就不投资，还什么我正式通知你台湾是中国的，只有武汉肺炎是中国的啦。他这就是在作秀给墙内粉红看的，不然你今天是能投资多少？你口袋里的臭钱，人家还不见得要嘞，还是撤掉那面旗子，你就当场投资几十亿美金吗？公司规模也没人家大，粉红口气倒是挺大的，做生意的手腕也没人家粗，腰倒是挺粗的，在人家招商会耍嘴皮子，也一样无法改变现实。台湾依然不是中国的，你只是在通知大家这边有一个87粉红而已。事后这位粉红也被当地政府指控，拿着旅游签却来参加商业行程，已经违法在先。结果这粉红还嘴硬说关你什么事，然后回到墙内后继续拍片抱怨。讲的这些 PPT 的时候啊，他说他们的游客分为4个部分组成，前3个都是国家，第4个你不说中国台湾就说台湾，我就心咯噔的一下，我就非常难受。我本来想忍住的，毕竟如果说是一个商人的话，你忍住了，就大家能合作赚钱。后来我想民族大义之前，就什么生意不生意，我当场我就质疑他。好，质疑他以后呢，我就非常的生气，我跟我说，如果在这种大的立场之下，他都不能认同，要含糊说，那我们为什么要合作？为什么要去做这个生意？没有价值了，就是在哪不赚点钱，就是我们一定要有大家有小家嘛。OK， 这个事儿呢，我就把它发网去了，好吗？发到网去，20个小时不到吧，10来个小时，全网播放量几千万吧，很多媒体间都等着采访我，也没接受。然后呢，可能他们越南当地的支付集团，还有越南当地富国岛当地的这些，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什么，各大主管部门吧，什么出入境啊、警察呀等等吧，就开始给我这个朋友施压了。那就是认识我熟我都知道，我比较讲义气啊，就是他跟我朋友说，哎，你非法组织活动，你非法组织这种商业行为，你怎么能让他们来？你考察报备的。话说我在国内组个旅行团来考察，跟你有啥关系？我们一群朋友来富国岛玩，跟你有啥关系？那我朋友呢，就很担心嘛。那我也可以理解他担心，我就本着不给他惹麻烦，就把这个事儿呢给他隐藏一下，让他就是有台阶下。但并代表第一我不怕，第二我告诉你啊，任何有违反一个中国、违反不听这一个道德指标的，你跟我讲什么都没有用。就是哪怕我明天变成乞丐，它重要，明白吗？而且我认为，如果你有良知，你有认知，你就知道，哎，我们一定要做自己的公民，而不是去做别人的2等公民。这整件事啊，我觉得最衰的就是他那位真正在越南做生意的朋友，被这个小粉影响太深了。根据他自己的说法，还被珍珠集团列入黑名单3年。而这小粉到最后都还是不知悔改，还大言不惭说自己变成乞丐也无所谓。结果真的要变成乞丐的，反而可能是他朋友。他赚了流量，赚了爱党国形象，回到墙内继续收割中共韭菜。我看了他过往的影片，点阅其实没有说特别好，而他频道较高点阅的就是这种爱国题材，所以我想他演上瘾了。刚好在墙内和这种爱国题材有关的，也特别容易吸引粉红们的目光。抖音的演算法也爱推这种让小粉红变得更粉红，整个很像在练鼓，淬炼出最纯最粉的粉红，让人不禁想说一声
可怜呢。那我在看这事件的时候啊，有留意到网络上有谣传说，这位粉红事后离开招商会时，有被一些台商包围要求道歉，还拍摄成影片在台商群组流传。但这乍听之下很爽，不过真伪的部分啊，我个人保有疑虑，因为一方面我觉得不太像台湾人会做的事情，毕竟是在别人国家嘛。另一方面是，如果真的有的话，那影片也应该早跟着这一波话题被爆料曝光出来了。可是事发后我观察找了3、4天，还是没有看到，所以这部分我个人觉得是假的居多。提醒大家，我们不用去造谣粉红怎样，他们自己就很霸气了。不过借由这事情来提升一下媒体识读能力也不错。现在网络上不只有小粉红，还会有一些反串是我们自己人的，故意在那边散播错误资讯，用一种钓鱼的方式，等到事情真的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当初放了的人就会再跳出来说是你们台派造谣，恶意制造混乱等等。所以请大家不要上当，不止过马路要停看听，在网路也一样要停看听。台湾也存在着一些中共的第5纵队，有一些是已经不演了，摆明在舔共；有一些则是他会伪装成台派一段时间，假装价值观跟你一样，然后关键时刻故意散播错误资讯让你翻车，或偶尔阴阳怪气偷渡一些中共宣传，包装的很像是中立说法。所以真的要多多留意这部分。我觉得台湾政府也该参考一下美国的做法。川普日前就下令要求司法部驱逐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中国第5纵队成员，发现就直接取消他们美国公民身份或绿卡永久居留权。那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事件有何看法？欢迎影片下方留言分享。记得在进入今天的送头环节之前，想再次呼吁大家，7月26就是决战的关键日，大家务必空出时间出门投下同意罢免，一起救台湾。同意罢免能清除掉那些在国会中推动中配6改4法案、动3国防预算、违宪乱政的蓝委们，能让你我未来3年不用再过得心惊胆跳。7月26留点时间给台湾，一起出门投票，罢免掉那些亲共代理人。如果你是蓝白支持者的，我建议你也要投同意罢免。你投完之后啊，未来3年就不会看到这么多青鸟上街抗议了，因为没有那些亲中法案，就没有东西好抗议了。台湾社会又和谐了。我看我频道有观众留言说自己是30年的国民党党员，他也同意罢免剿匪，说真正的中华民国派是爱台的，感人。台派跟中华民国派站在一起，团结剿灭共匪代理人。大家记得7月26同意罢免。那今天影片后段来看几则来我频道上的送头留言。口才挺好，立场没站对，要不你早赚大钱了。有些人选择靠出卖自己国家同胞，他靠出卖国格来跪着换饭吃；有些人则选择不愿意伤害自己同胞，不想出卖灵魂。赚钱重要，但他想站着把钱赚了，这样至少晚上睡得着，还不用担心自己哪天会不会也被人给出卖了。赚钱很重要没错，但人生不是只有赚钱这件事。如果一个人只用赚钱来衡量对错，那这世界上没有正义，没有公平，只剩买办跟投机。而那样的世界你会想住吗？而且你确定跪着舔所赚到的快钱，你后面有那个命花吗？不过我想跟你说再多也没用吧，因为这就是价值观的不同。阿姆哥照你的论述逻辑来看啊，所以你应该是觉得自己站的是对的那一边没错吧？你有赚很多吗？我不信，除非你先抖内目前所有订阅我的观众朋友1人100万。不要跟我说你还在墙内996呢。下一则，绿钱怎么赚？教我。如果替台湾说话，替台湾发声就是赚绿钱，那你是不是在告诉我蓝白是在赚红钱？你觉得我这样好赚？我不是说了吗？那你也来反共嘛，你来走我的路，让我无路可走嘛。我公开欢迎多少次了，一起踏上辱共的道路嘛。是说前面一位才说我这立场赚不到钱而已，你们2位自己先讨论好吗？下一则，好帅好贱吧？我通常是不主动人身攻击除非他外貌先攻击我。我看了一下你照片我诚心建议你是不要在外貌上跟人做文章，因为有你挥出的这把外貌攻击刀太钝了。有句话叫相由心生但这句话适用于人类。你目前看起来不太像人，你看起来比较像在进化中，所以你就先别急着评论别人外表，你心先养好吧，不然从里到外画质都这么低也不是办法。我不太懂你说的反共就是为了阻止中共的侵略，你越反共不是越会侵略吗？你反共，中共就会放弃武力犯台吗？大罢免后台湾就安全吗？哇，你这话的意思就像是在说，因为小偷可能会来你家偷东西，所以如果你越锁门，越加强防盗系统，小偷就会越想偷，然后建议别人干脆别锁门比较安全。你这整段话的逻辑就是这样非常好。那照你这样的逻辑，请你把你家门锁拆掉。存折账密也主动留言给大家看，以后遇到人欺负你也不要反抗你越反抗越危险
你就跪在那边给人家欺负啊！如果你做不到这些，那你在说什么鬼话嘞？大罢免就是在清除寄生在台湾的中共寄生虫。这些内应就像是你家有混入小偷，还准备帮其他小偷开门，而你发现了要制止他一样，制止完肯定会更安全，也不会有中共代理人在那边随意动删国防预算了。除了智障，还有人看你频道哦，那你怎么还在看？一言不合突然拐个弯骂起自己了，都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臭你。看了很多这类留言啊，都没办法针对我影片内容评论，只能停留在人身攻击。这说明了一件事，他没办法反驳我的内容，就只好随便找个点来骂，但骂又骂不好，可怜啊，悲哀。那今天影片就先聊到这边，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加订阅，也欢迎各位加入我 YouTube 频道会员支持这个单元运作。我是波特王，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